哎，你们知道领一个没有坐过公务舱、没有住过好酒店的外国人出门有多丢人不？我昨天呢又出差参加一个节目录制，这个录制吧，一个艺人可以带俩人，一个叫执行经济，一个是化妆师。结果呢，这次给我当执行经济的小同事呢，家里突然有急事回老家了，我也很着急。我说这咋办呢？我老公说我去呗。我还真找不着人，实在没办法，最后带他去了。到了机场就瞅瞅，我说哎呀妈，你说你哪有执行经济的样子？他说我进了机场就一直执行了，我也没拐弯啊，没拐弯啊。那刚才身上冒出个老太太，你敢执行？到了机场，客户给订的是商务舱，那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坐过商务舱。上去之后，那个嘴脸呢，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，所有东西喝2罐。人家问他吃啥，他把菜单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问人空姐：“这晚餐太贵了吧？牛排、鳕鱼都600-700，一个破鸡胸肉还435。”空姐说：“街上晚餐都是免费的，您看的数字呢是卡路里，是卡路里。”然后我俩本来吧不挨着，空姐看我旁边的座位没有人，就把他从前面给调过来了。他坐下之后呢，就喜欢人公务舱发这个拖鞋要带走，然后他坐在11F，他趁人不注意跑回他原来座9H，脚上穿的是11F的拖鞋，把9H拿回来的和我的拖鞋都塞书包里了。下飞机的时候，空姐就要过来跟他说话，他拒绝，一切目光对视，装没看着，蹭蹭往出走，都上100度车了，我都跟不上。我说你跑啥呀？他说我不穿着那拖鞋呢吗？可能是空姐发现了不让穿走，我装没看着，赶紧跑。我说那你自己鞋呢？他说完了。落飞机上了，落飞机上了。回到宾馆，我才发现他把飞机给的手绢都拿回来了，还把我的精华拿回来了，以为飞机给的呢。我说那是我的夸迪学生4号，一次1支，贼好吸收。它这个水油同补抗老级修护屏障，看着贵妇，但涂起来清爽，效果也不错，适用于多种肌肤，不仅养肤还增弹滋润。第2天上妆，避免出油卡粉。自抛的材质充分维持这个水油小分子结构。每次出差我都带上一把。到了酒店，人客户给每一个人开了一个房间，但是大家知道我跟我的执行经济呢，就住一个屋就行。我说就开一个房间，另一个就别开了。他说必须开，住酒店订2屋，住1屋空1屋，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，半夜我都要睡着了，他拿着房卡去不住的那个屋，吃了人家准备的糕点，喝光了酒店的好水，洗了一个澡，拿走了所有洗漱用品和2双拖鞋，最后定了个闹钟，睡了2小时走的。第2天早晨吃了一顿3年没吃过的早餐，去健身房见了一个4年没见过的身，去游泳池游了一个5年没游过的泳，问人家泳池工作人员拿房卡可以免费游不？人家说可以，进去必须穿拖鞋。说巧了，我就没有别的鞋，没有别的鞋。但是爱占便宜吃亏这个事儿多少是有点依据的。我们出差呢是有餐补的，你得拿着发票人给报销。我工作那天忙就光吃个盒饭，餐补1分钱没用，但只有当天有效。他就难受了，下午5点多钟开始摇人，突然联系他妹妹的小学同学，俩人可能在加拿大就20多年，一共见过3面吧，要找人叙旧。见了面哈，俩人就都不知道彼此姓啥，就尬聊。我老公敬人酒似的，这个加拿大人不多，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更不多，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朋友。聊差不多了，人服务员拿扫码机来买单来了，大胖姐咔嚓人，因为你不要动，你别动，这是在中国。然后就掏出付款码要买单，说开发票。服务员说今天店里机器坏了，开不了发票。开不了发票。大胖姐说虽然在中国，但咱们还是按照加拿大的方式来，更简单，咱俩就正常 AA 呗，行不 David 说 AA 可以，但是我叫 Andrew。吃完饭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不尴尬吗？他说加拿大朋友不多，又少一个。前几天啊，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上海迪士尼玩去，在里边我们一家人引起了数次围观呢，倒不是因为啥好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早晨我爸呀，为了堵住我们去酒店楼下吃那个158的自助餐，给我们每个人买了早点，放在了门口。我老公一开门，在这个旅馆一开门还一人加碗粥，这该不是传说中的加州旅馆吧？加州旅馆。最后呢，我爸买这些早点都没吃了，但是老头坚决不扔，拎着8个包子、8个鸡蛋、6瓶豆浆，踏入了迪士尼。进入迪士尼第一个事儿，我爸就掏出早点给每个人分鸡蛋，谁也不吃。我爸就一边理着点吃的，一边捣鼓。哎呀，节俭就是理财，我这是在理财。大胖姐说：“爸爸，你不是在理蛋吗？不是在理蛋吗？”然后所有的项目呢都不让拿吃的喝的进。我爸啃个包子都排到了，人说你得出去吃完回来。早达说：“我姥爷呢？咋又没了呢？”大胖姐说：“你姥爷是迪士尼在逃公主，现在应该又在外边理蛋了。”我们在那玩啊，我都怕我爸在外边吃撑着了。幸亏我兜里有秘密武器拜耳这个达一喜畅货菌。然后呢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爸一看那里边的餐厅，一份饭96，跟我说：“咱们就垫吧，不搁他那吃。你看我这包里全吃。”我爸这么一打开包，里边白花花一片，我就装没看着，结果没防住我老公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大胖媳妇嗷家一声：“哎呀，爸爸，你怎么来迪士尼还带着我们酒店的牙刷、沐浴露和拖鞋呀？你是来搓澡的吧？”好几个人瞅我爸呀，我爸非常不好意思，但大胖媳妇是真心钦佩他的思路，一直叭叭。我们排队排的时间太长了，大胖媳妇挺大嗓门的：“老丈人，你把你从酒店拿的剃须刀拿出来，今天我胖某人就陪我老丈人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剃个须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小点声，剃不了了，我的刀在门口安检时候被管制了。”我们排队要漂流，大胖媳妇：“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用酒店拿的浴帽，只有你
不会湿。我们要去玩飞跃地平线飞的项目，大胖媳妇儿。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你有酒店拿的木薯，只有你不会乱。然后我们去坐过山车，眼看排着我们要上了，大胖媳妇嘴一张，又要说什么，我爸赶快给拦住了。你别说话，我不担心。我爸为了躲他上前边去，俩人隔了好几排坐。结果小火车要开了，大胖媳妇张彩玲的爸爸，足字旁的彩。爸，你从酒店里拿那一兜子东西里有没有指甲刀？我买的帽子有商标。我爸说，我不告诉你了，我的刀类都被管制了吗？都被管制了吗？我爸从此就没再搭理过他。然后这一下午呢，我爸一直在吃早上剩的东西。张彩玲他爹，足字旁的彩，吃了7个包子4个茶蛋，我都怕他发烧。幸好我提前准备了拜耳达一喜畅活菌，它的3种专利菌剂都源于中国，专为国人设计，每盒有4000亿耐酸活菌，活性还贼高，成分纯净，3大专利菌，4大益生元。还行，老头恢复挺快，第2天在火车上干活饭的时候又生龙活虎了，看来可以再囤点。然后那天在迪士尼啊逛到最后，我爸手里还3杯豆浆呢嘛，已经出豆汁的味儿了，就是不扔。大胖媳妇跟他差点打起来，他是这么说的：你们别管我，外边1杯豆浆3块5，里边得35，我喝这1杯豆浆我省了31块5，3杯100块钱。大胖媳妇说：爸，你搁这炒豆币呢？炒豆币呢？跟我玩高概念。后来大胖媳妇实在是怕他老丈人喝坏了，挺身而出，在迪士尼的出口连干3杯臭豆浆，说：爸，这个钱就让给我赚了吧。早打问他爸：爸，这豆浆都臭了，你咋还喝呢？大胖媳妇说：你不懂你姥爷，爸今天不喝，你姥爷能把豆浆从上海拎回北京，乃至拎回铁岭。要不是你爸，明天就是一场宏伟的南疆北调。南疆北调。哎呀，我老公和我女儿昨天顺利入住了厦门的隔离酒店，这个事儿圆满成功。我昨天还说呢，我说我这个段子的源泉呢，终于漂洋过海回来了。只要他隔离一出来，我的素材就出来了。结果人还没从隔离出来呢，素材都往出崩。就跟他一趟航班回来的呢，还有个外国人跟他重名。外国人吧，本来重名就多，再加上我老公这名起的也是波澜不惊的，相当于外国名中的王涛吧。但是跟他重名这个王涛呢，人是个狠人，人在大使馆工作，属于仕途王涛。好巧不巧，到了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，人家工作人员就把他俩弄混了，把我老公当成了那个大使馆王涛，上来就非常客气的说：您好先生，大使馆那边已经来过电话了，欢迎您来到中国厦门。你说但凡思维正常一点的人都能发现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异常，但是我老公因为极度亢奋，他产生了一定的幻觉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：我回国这个事儿意义这么重大吗？就是大使馆都知道了。我以为我回来促进的是拿铁认爹，原来我促进的是双边关系。当时就跟人工作人员装上了啊，你告诉大使馆我一切都好，感谢他们的问候，可以适当安排一顿饺子，安排一顿饺子。然后呢，跟我老公重名的这个人，因为他是跟他媳妇儿孩子一起回来，所以他媳妇儿头一天就给酒店打过电话，说能不能他们一家3口住一起。工作人员不认错人了吗？上来就问我老公说：好的先生，那我们这边有收到一个诉求，就是有一位女士要和您同住一个房间，请问是这个情况吗？我老公一听懵了，张女士啊？工作人员说：不是，是刘女士啊。我老公说：谁的诉求啊？大使馆的。对方说：是您的爱人呢，昨天给我们打的电话。我老公说：我的爱人那么爱我吗？那么爱我吗？他刚在酒店办理完入住进屋，我以为得多疲惫呢，但他极度兴奋，他太想念中国饺子了，就第一件事一定要点外卖点饺子。我说那中国字你能看明白，我给你点吧。他说不用，我最近在用这个汉语教学软件，就我现在能识别很多汉字，我自己都搞定。等到晚上点的饺子终于到了，他最想念的就饺子，给他急坏了，扒一盒子刚加造诣，发现有点拔牙，还是我女儿先发现了问题。爸爸，厦门本地人吃饺子都是带椰蓉的吗？怎么掉白渣呢？掉白渣呢？我大胖媳妇给他和孩子点了2份生饺子，然后老公给我打电话老委屈了，为什么不告知消费者他送的是生饺子？为什么不标注？我说这种情况人家肯定标注了。他说没有。我说你看一下你的外卖，人家肯定标注，肯定写了。他当时把外卖截图给我看，你看他写的牛肉大葱，牛的是牛的呀。对，我也没想吃猪的呀。我说人写的是牛肉大葱，生的是生的呀。